很小的时候，大概国中、国小那个时候就有在追星。那追了这个团体蛮久的一段时间。那可是因为以前一张演唱会大概都要好几千块，在那个时候的学生时期是没有那么多的钱，没有办法去看他们的团体演唱会。我很喜欢的偶像他来台湾开了他的个人演唱会跟见面会，我是非常开心的。那我相信很多人在毕业之后呢，会跟原本的大学朋友慢慢的疏远。我当时也是觉得有点不痛不痒，因为那时候还没毕业嘛。但是等到我毕业后呢，是慢慢的有感受到，应该说真正会跟你联络的朋友真的是少之又少。以前是读同一个学校的，但是大家生活的地方、生活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你现在在干嘛？2024已经快要结束了，我们今天要来年末反思。今天我要来反思一下2024年，在这一年里面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尝试了哪些新的事物，做一个2024的总结。那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帮我点个赞哦。我们2024年过得怎么样呢？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哦。首先我们要先来反思的第一个就是2024的小幸运。第一个当然就是偶像的演唱会。我是今年第一次看我的偶像来台湾开他的个人演唱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很小的时候，大概国中、国小那个时候就有在追星。那追了这个团体蛮久的一段时间。那可是因为以前一张演唱会大概都要好几千块，在那个时候的学生时期是没有那么多的钱，没有办法去看他们的团体演唱会。我很喜欢的偶像他来台湾开了他的个人演唱会跟见面会，我是非常开心的。再来第二个小幸运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呢，我比较学着会去倾听我自己个人内在的声音。我以前是一个蛮迷糊的人，虽然说现在也是。2024年呢，我会比较着重在于我自己个人想要做的事情，是因为有这个想法，所以才会去改变了频道的未来走向，就衍生出了闲聊的这个话题。我当初 YouTube 的设定是不想要去露脸，然后是想要做那种真吃播的影片。可是我后来发现，因为我的拍摄场地有限，那再加上你要准备吃播的话，你要准备一些很多食物，所以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说，那不然这么想要聊天的话，就自己转换频道，从原本的吃播闲聊变成是到不吃播，但是在镜头前面跟大家闲聊这样子。那再来第三个小幸运的点是，在我还没有毕业之前呢，学校的那个一位老师有请代课老师来帮我们上课。那堂课其实对我有非常大的意义，是一个算是表演训练。那可是因为我以前没有接触到一些有关于摄影棚里面的那些主持，一些要注意的东西。所以那堂课的老师刚好有这种经验，也把这种经验传授给我。在那堂课的收获其实是蛮大的。虽然说那堂课我上完之后，我的脑袋是非常的不舒服，受益良多，学到的东西也非常的多。那还有一个幸运的点就是我今年上的资讯课程，因为我在资讯课程里面学到了我平常在外面学不太到的一些比较深入的知识。第二个要反思的地方就是我2024年的人际关系。那我相信很多人在毕业之后呢，会跟原本的大学朋友慢慢的疏远。我当时也是觉得有点不痛不痒，因为那时候还没毕业嘛。但是等到我毕业之后呢，就是慢慢的有感受到，应该说真正会跟你联络的朋友真的是少之又少。我现在目前聊天的同学应该都是我的大学同学，再来是高中同学，国中同学很少，当然国小同学基本上就是不会有。以前是读同一个学校的，但是大家生活的地方、生活的环境都是不一样。那在第三个要反思的点是我2024学习到的新技能。那这个新技能就包含在我资讯班学到的东西。我在资讯班有学到的那种剪辑软体、绘图软体，还认识了各种的 AI 功能具备啊，或者是 AI 直接帮你弄出了一首音乐这样子。那再来最后一个是我最想要做的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很重要的反思是，我觉得在这一年结束了之后呢，需要有一个总表，今年的几月到几月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2024的1月份到12月份到底做了哪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那在这一年中，也是我学习最多最满的时候。那我们先从1月份开始。1月份我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是牙齿矫正，那时候是我觉得做对的第一件事情。那再来就是看我的偶像见面会。我觉得1月份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好的开端。那个时候除了我下定决心要开始矫正以外呢，个人第一次去台北看我的偶像见面会，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然后也是可以让我见到我的偶像。2月份的时候呢，是我第一次去报考日文检定，可是很可惜的是我考试是没有过的。这个月份的同时呢，我也回去了巨匠去学日文。3月份是我在学校又收到了攻读的通知，是因为那时候要发生一些改革变动，所以没有开放一些一般生的攻读机会。那刚好在今年的3月份有开放，所以就刚好这么的幸运。这应该也是算是一个小幸运吧。那还有3月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系学会开会。这里我必须要承认，是因为我在之前影片有提到说，我们大学的时候呢，全班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我就是代表我们班上要去开这个系学会。但是那时候我是真的不知道要开系学会这个东西。另外一班就是校班的班长，就是跟我讲说什么，那一天你要记得去开会啊，开会的内容再跟他讲之类的，传达给他。我很疑惑的回讯息，我就回他说啊，系学会要开会什么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不知道吗？群组有讲啊。然后我就想说有群组这个东西吗？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加入然后我就想说也太扯了吧！我今年6月份就要毕业了，然后结果我3月份才知道说原来要开系学会，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改变我的地方是，那时候学校有请一位讲师，那个讲师也是在青年职涯发展中心里面有上过课的一个讲师。那也是因为我听了这个讲座之后呢，决定再去学更多也相关知识。那再来就是4月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任务，攻读那边呢要举办一个颁奖典礼，是别校的教职员要上去领奖的，是非常重大的一个颁奖典礼，所以你不可以随便传，然后你也要非常的正式看待这一件事情。那是我第一次遇到那种场合，然后要执行那种任务，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体验经验。然后4月份的同时呢，也去参加了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培训课程。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代课老师，也是在4月份的时候来的。还有一件令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时候呢，4月份是我牙齿矫正回诊的时候呢，医生跟我讲说，你牙齿从现在开始就会开始移动哦，有点不舒服，多注意这样子。4月份真的是我目前为止矫正以来最痛的一次。5月份的时候呢，是我重考日检的时候，这次的重考就有上，幸好。那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去体验掏耳，过程中还算舒服。6月份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是去看了我偶像的个人演唱会。刚好那场演唱会跟我的毕业典礼是同一天，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我选择去看演唱会，当天的毕业典礼就没有去。那时候我的攻读老师问我，你不会后悔吗？所以我觉得也还好啦。那在7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毕业完了，就是开始面试领毕业证书，然后的日检证书也发回来了。因为我同学在毕业前好像就有找到一份工作，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上班。那7月份的时候呢，我也有下去探他的班。8月份的时候呢，是突然某一天收到了一通电话，培训班这个课程，也听了里面的课程内容有兴趣，就去做报名了。9月份呢，就是开始去上职业训练课程，同时也遇到了很多不同的学生，有不同年龄层，也有不同地区的人来这边上课，也知道说原来大家以前都是做什么行业，也有听到他们做这些行业的辛酸故事。10月份呢，我做了一件新鲜事情，就是我去高雄看了动漫节，那这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搭高铁回来。11月份呢，是我从资讯班正式毕业。12月份，也就是这个月呢，就是开始拼命的履历找工作。虽然说年底了，比较不好找工作。12月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回顾我开始改变的所有影片。我觉得这个改变是蛮值得的，因为从我不露脸到露脸，以及知道说露脸应该可以怎么样让我的画面比较丰富，是我2024年的回顾。你们在今年也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吗？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哦。我是慈啊，今天也请多多指教咯。